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肖战9年磨一剑，6年稳顶流，作品语出新铸就真国民偶像。肖战的名字一出场，总能激起不小的波澜。别说他是娱乐圈里的顶流，甚至有人调侃他像个永动机，9年磨一剑，6年稳坐高位，这在速食文化盛行的当下简直是一股清流。但这到底凭啥？让我们先从《藏海传》开始说起。那天免费开放全网看，我身边几个原本对他没什么兴趣的朋友被拉去蹲点，一边吐槽剧情 bug， 一边又忍不住刷了3遍。这种反差萌有意思吧？可正是这种作品质量和持续输出，让肖战摆脱了所谓3分钟热度的标签。你要知道，现在多少新星红得快，凉得也快，粉丝跟着换脸比翻书还勤。可肖战呢，他就像那个耕地老农，不急不躁，用心把每块的都理好。一部《陈情令》直接炸裂出圈，再到《斗罗大陆》余生请多指教，角色跨度大得让人眼花缭乱，每次都给观众带来新鲜感。他不是靠颜值收割路人的，而是在演技和音乐上不断打磨自己，唱功提升那叫一个扎实。有时候听他的现场，就想喊句兄弟，这麦克风拿稳点。业内的人也乐意夸他，说合作起来省事儿又专业。这话背后其实暗藏玄机，毕竟谁愿意天天跟只会摆拍的小鲜肉耗时间？导演们更喜欢那些懂戏、肯钻研、有创意还能按时交活的人。尤其是在现在影视市场鱼龙混杂的大环境里，一个靠谱演员的重要性比咱们想象中还大。当然啦，也不能完全忽略外界质疑。有些声音说，他是不是太依赖团队包装和资本运作？不过我倒觉得，把焦点放在这些表面文章上，无异于盯着冰山尖端，却忘了水下巨大的基石。陈情令的票房、播放量还有各种榜单数据，那都是铁证如山。真正难的是能撑过舆论风暴，还能保持平常心继续前进。我记得科比退役那会儿，被喷成筛子，可最后用实力回击所有怀疑声，这种坚韧才叫真英雄。讲真，年轻人如今信息爆炸，他们需要的不只是明星光环，更渴望一种接地气的真实感。而肖战给他们的恰恰就是这样低调，不炒作，不炫富。就像隔壁家那个加班到深夜还坚持健身的小伙子，你看着顺眼，也安心。相比之下，那些频繁绯闻满天飞的新晋偶像，很容易变成昙花一现。一次喜欢，多年陪伴，这句话用在他身上，再合适不过。体育圈里类似情况不少，比如梅西或姚明，人品与实力齐飞，所以粉丝爱得深沉且持久。不然你以为他们哪来的那么多年稳定发挥？娱乐圈若缺少这种内外兼修，只靠花瓶颜值注定玩不了长线游戏。网友吗？有时候就是个放大镜，只专挑别人家的芝麻看，还嫌自家西瓜不上镜头，这怪不得谁。转回来，《藏海传》当天免费播映这个操作，其实透露行业正在悄悄变革，从拼曝光率走向重内容品质。这背后的逻辑挺耐人寻味，大家终于意识到，好剧好歌才是真正留住观众的方法，不然流水线产品迟早被市场淘汰。而肖战刚好踩准节奏，用精品路线回应浮躁时代，看样子未来几年不会轻易掉队。媒体环境越来越复杂，新平台层出不穷，各方资本搅局，让艺人压力山大。我观察过，
他面对网络喷子的态度很淡定，没有激烈反击，只默默用作品说话。这份成熟让我想到另一位传奇运动员科比·布莱恩特，当初也是经历无数非议，但总算用职业精神压服世界。不管怎么样，嘴炮终究敌不过汗水淋漓的训练场，这是现实，也是残酷。而且，在当代社会，对明星形象要求越来越苛刻。我们普通吃瓜群众往往忘了一件事，明星也是普通人，有自己的烦恼和挣扎。如果连基本理解都没有，又怎谈健康审美教育？尤其是青少年群体，如果只看到闪光灯下一面，自然容易迷失方向。所以社会各界除了指责之外，是不是该多挖掘一下这些人物背后的故事，以及他们代表的一部分价值观？不同地域对国民顶流的定义也五花八门，比如港台更偏艺术表现，日本强调个人气质，美国则追求综合影响力。这说明成功绝不仅仅是数字游戏，而是一套复杂软硬件配合，还有文化认同感共振结果。因此，仅凭短期热搜判断谁火谁冷，不过是杯水车薪罢了。最近我听一句话特别戳心：最亮的不一定耀眼，但一定真实。肖战就属于后者。他不像某些故弄玄虚制造噱头的人，更愿意踏踏实实做工匠，用细节一点点积累口碑。在我看来，那才是真正值得长期关注和期待的理由。当然，要是哪天见他跌跤，也别笑场，拍拍灰尘等下一次精彩亮相，就是最好的支持方式了。在这个被速食文化包围的时代，他像一股难得的清流，不急不躁，不随波逐流，用自己的节奏打磨每一部作品。有人评价，最亮的不一定耀眼，但一定真实。肖战正是如此，他或许不是最张扬的那一个，却始终最坚定。未来，他还会有新的高峰，也可能遇到新的坎坷。但真正的支持，从来不是盲目追随，而是在他跌倒时，依然相信他会站起来。因为他早已用9年的时间，证明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：偶像的意义，不只是被仰望，而是让人看见努力与真诚本身。